还没等他让自己的护卫上前帮忙呢，那汉子忽然就动了，竟是顷刻之间就把那10几个人打趴下了。成王也没再多看，这汉子再厉害，可是拖油瓶实在太多了。他一个挥手，让自己的护卫也进去帮忙。云峥？对，这个男人的脸跟云峥是一模一样的，就连声音也是一样的。对了，成王殿下是不是也叫云峥来着？你们找死！我叔是成王府大管家，你们死定了！你叔是李忠？这成王殿下，来人，去叫李忠。此时的李忠还在一家红楼，悠闲地享受着美人伺候，根本就不知道已经大难临头了。李大总管，王爷有请。王爷，这位是煤矿山的大主簿沈渊，是通许县大柳树村的人。大柳树村？成王殿下，你把本王引来就是为了他？殿下恕罪。倒是大胆得很，不过这李彪还真是该死。殿下饶命！看在我二叔的面子，求殿下饶我一命啊！市场费一天20个铜板，谁给你的权利啊？多收的银钱都去哪里了？殿下，那保护费都……你个孽障，你可是坑死我了！殿下饶命，都怪老奴不查，没想到侄子竟然背着老奴狐假虎威，坏了殿下的名声啊！混账东西，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？好演技啊！二叔，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我就是贪财啊！求求二叔救救我呀！李彪直接认了，把一切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。好一招断尾求生，殿下趁着现在他们的人还没反应，最好派人去他们的府邸找一找，殿下会有惊喜的。带人去他们常去的地方，尤其是住的地方搜。李忠，你果真不知情。王爷恕罪啊！老奴知罪，辜负了王爷的信任。先把他们押下去。你到底是谁？草民大柳树村沈渊，曾在西北军营服役。你这做事手段，怕也是个将才了。西北军营啊，可曾在甘州东岗村屯田？糟糕，沾沈渊马甲，这是要掉的节奏。是曾在东岗村屯田。他们叔侄的事情，怕是明早才有结果。既然你们已经参与其中，就留下等个结果吧。好，我们就住在客栈，殿下明日得了结果，随时可以来找。不过我还有个不情之请，我家表妹被亲人卖与李彪做妾，我想要回卖身契。本王会派人明日送回，诸位早日休息。待他们离开，渊哥，你啥时候安排的呀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沈肃呢？渊哥，我看成王殿下已经走了，事成了吧？我还看到那恶霸被人给押走了呢。事成了，走，我们回客栈休息，不出意外，明日下午便能够出发回去了。解决完了姑姑一家的事儿，这一夜大家都很兴奋。婉婉，想什么呢？你是不是认识成王？乱吃什么飞醋呢？他跟我在现代一个认识的人长得一模一样，而且名字还一样。乍一见到他，我还以为他和我一样是穿越过来的，后来仔细观察了一番，又觉得行为不像，他不是他。你是不是想念那边的人了？很抱歉没能参与你的过去，还有你的那个世界。只有机会，真想带你去那边看看。若是有机缘，应该可以去。婉婉，那个和成王一模一样的人，是你喜欢过的人吗？想什么呢？只是朋友而已。我们那边男女之间是可以有友谊的，不管那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，我只喜欢过你一个人。婉婉，明天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回去了，这一去至少要5天才回去。苏婉婉也知道他要去做什么，就任由他折腾。折腾到最后，苏婉婉浑身都散了架。沈渊，别闹！我和你说，
你一会儿去成王府，先带着玉佩，我试一试看，没有玉佩我能不能进空间。这玉佩怎么了？这玉佩有问题吗？我一直都以为是玉佩带的空间，想试试是不是？小月儿也有一枚啊，和你这枚玉佩材质一样，只是上面的图，你看，这只鸟叫凤尾鹃，是北地特有的一种鸟。不是凤凰吗？不是，但是长得跟凤凰有点相似。仔细看它的头，不是凤凰。你这只头朝左边，小月儿那枚头朝右边，其他都一样。怎么会？怪不得小月儿能去我那房间里，估计也是玉佩带她去的。不对啊，我为什么会和小月儿拥有一样的玉佩？小月儿的玉佩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找到她的时候，她就带着了，应该不是沈渊的东西，可能是她娘亲留给她的，怕孩子给摔坏，我给收起来了。就在家里我那张柜子里，你回去可以先拿去看一下。沈渊，你说我会不会本来就是你们这里的人啊？不管你是哪里的人，现在你在这里，别想了，我会让人去查的。先查查这玉佩出自谁的手。那行，你先查着，这玉佩你还带着，等一会儿你离开，我试试能不能进空间。你也找个没人的地方试试带着玉佩能不能进我那空间。等你从成王府回来我们再说。果然，二人刚洗漱完之后，成王府的人就来接沈渊了。好，竟然是这个。他最信任的人，他视为恩人的李忠，竟然是黑风寨的谋士。那李彪更是黑风寨的三当家。当年他受困于黑风寨，被李忠救回，后来他在这边站稳跟脚，曾多次派人围剿都没有成功，原来也是因为这个。请主子恕罪。起来吧。沈渊这人查过了吗？禀主子，他服兵役8年，从一个小兵升任屯长一职，在王将军麾下骁勇善战。本来退役名单中是没有他的，王将军有意提拔他，可是他拒绝了。他曾在屯田时娶过妻子，还生了2个孩子，归乡后从官媒又娶了继室。他现在的妻子就是前阵子朝廷褒奖过的发明屈原梨的农妇，也是找到了红薯这种作物的人。夫妻2人因为这些事儿在村里颇有威望。2个孩子，看来不是他了。王姐说外甥女只有1个孩子，算算年纪，今年应该是5岁。正这么想着，沈渊终于来了。沈渊，你在西北曾娶过亲，本王冒昧问一下，你的妻子叫什么名字？王爷调查我。你是聪明人，故意让黑风寨的事情暴露给本王，本王自然要查你的底细，才能信任你，不是吗？殿下，我并不觉得我的妻子是谁会影响剿匪的大事，更何况我的妻子早已死，我现在又另娶他人，王爷这么问，无疑是……你也别着急，本王只是想打听一个人，他和你一样，在那里屯过田，还娶了一个妻子，生了一个女儿，名叫叶霓裳。知道你也在那里屯田，就想问一下。那个村子很大，不仅有兵士，还有甘州各个村落派来的人，人员也很杂，我并未听过这个名字。哦，那如果你有想起来什么，或者从当初的同僚口中听到这个名字，请一定告知本王。接下来谈谈吧，为何想要剿灭黑风寨？说好听点，我是有正义感，当过兵的人看不得这些土匪与肉相离。说不好听的，说不好听的，剿匪成功后缴获的物资，我要30%。我府上只能派出10个侍卫，还有20名家丁，新平县衙役30名，可够？足够。足够？据本王所知，黑风寨山匪足足有300人之多，今年旱灾，怕是又收编不少人。本王保守估计，现在的黑风寨至少有500人。足够，只需要把李忠交给我就行。沈渊趁机先回了客栈。苏婉婉已经在沈渊离开之后试了试，玉佩不在空间，他也是能进去的。宝林跟着你表嫂回去，沈素和沈华你们留下。倒是你们2个机灵点，不用管我，只要不拖我后腿，能跑就跑。而且我有任务给你们。别说他们了，沈渊你也是，保护好自己，我回去等你们归来。
别担心，我也安排了其他人混进去。三个兄弟见状，很有眼色的到楼下去等了。在家乖乖的等我回来，相公去赚银子给你花。好，我就等着相公给我拿银子回来，可要赚的多一点啊。本来还是兄弟3人，可路上不知又从哪里冒出来了8个人，跟着他们一起。沈素和沈华也没多问，只以为是官府的人。一行人装扮成商队还有镖师，把那李忠塞进了马车，浩浩荡荡的往黑风寨的方向行进。醒了？你如你所想，李先生现在最好配合一点，也少受点罪。你们抓了他？李先生放心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孩子无辜，只要李先生配合，孩子定会平安。果然，李忠很快便妥协了，把黑风寨的布局以及人数，还有2位当家的性格特点全都交代了个清楚。苏婉婉这边到了后半夜才回到家，苏婉婉直接睡到了第2天中午。娘亲，沈章，你大哥还有沈素和沈华他们有事情，可能过几天才回来，你不要担心啊。娘，刚才丰收哥过来说，大伯娘让咱们中午去他那边吃饭。成，等一会儿咱们一起过去。翻箱倒柜的，终于找到了沈渊说的那个玉佩。诶，这不是妹妹的玉佩吗？娘亲，这是月儿的玉佩，爹爹说他暂时保管着。你爹爹和我说了，这是你娘亲留给你的玉佩。娘亲为啥不给我也留一块玉佩呢？这孩子跟月儿可不是一个娘啊，哎呀，真复杂。这就是留给你们的，月儿、云逸，你们的娘亲不管在不在身边，一定都很爱你们。娘亲，我知道，但是我现在也很幸福啊，因为我现在有你，你也是我们的娘亲。哥哥说的对，娘亲，我和哥哥都好喜欢你。一家人又去了老宅。婉婉啊，你种那黄色的花不是夏天种的吗？怎么冬天也能行啊？一年还能种2季的。听婉婉说要在山坡上种那个油菜，张翠花等人都震惊了。收了油菜就又要种，真的能行吗？大伯娘，这油菜4季都可以种的，我这也是为了育种才夏天种了一些。事实上，秋种夏收更好。你想想啊，等明年春天，整个山坡都是一片黄色的花海，太美了。哎呀，美是美，可这油菜它到底有啥用啊？只吃那嫩尖尖，也用不着种2个山头啊。那开荒种田得找不少人呐。不过那油菜挺能结籽儿的，前2天我路过，看到你那油菜啊，一串串的都是籽儿啊。这籽儿是种子吗？还有啥用啊？大伯，这油菜籽可是好东西，它呀是榨油的。等到时我送一些去二伯那边先试试，若是出油率高，咱们就都能吃得起油了。因为有太多活要忙了，吃了饭众人也没多聊，就都去帮姑姑家盖房子了。一晃就是5天过去了，可沈渊还没回来。这一日晚上，他想沈渊的同时直接进了空间，左右也睡不着，干脆就把空间的作物都给收了，也赶紧看看空间是否能够升级。太好了，真的升级了！苏婉婉兴奋地在屋子里转了个遍，终于发现了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。这个房子多了一个门，就在厨房的后面，而且这个门她还无法靠近。苏婉婉觉得这门肯定有古怪，可是她现在呢也靠近不了。哎呀，这空间啊就是个哑巴空间，她啥也不知道，每次升级就跟开盲盒似的。有水有电是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！泡在浴池里，看着头顶花洒流出来的水，苏婉婉一阵恍惚，仿佛自己又回到了现代。此时的沈渊正和一个体型差不多大的大汉打得难分难解的。你跟霍远是什么关系？竟然是他！
这个人是他二叔身边最得力的干将莫尔。呵呵，看到了我的脸，你得死！让我看看你又是谁。沈渊招招致命，招招凌厉，也换了套路。这些年，他用的招式可不仅只是霍家那些招式。莫尔嗜血的眸光充满了兴奋。若真是如他所猜想的那样，他今日就立了大功了。月黑风高，两团黑影像是黑风一般穿梭在山里，如影随形。终于，沈渊一个必杀绝技，在莫尔撕开他大胡子的同时，一把匕首死死地刺入了他的胸口。真的是你？别！我死了，主子总能查到你。死人才不会开口，他想查，就让他来查。沈渊一声冷哼，手上一个用力，大刀直接砍断了他的脖子。确保莫尔死透了，沈渊才松了一口气。一阵痛感传来，沈渊只觉得头昏脑胀的，胸前闪过了一丝绿光。再睁眼，他神色一震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眸中满是不可思议。这分明是媳妇儿的空间，怎么还有水田？这是又升级了。沈渊推门而入，入目的是客厅。他终于见到了小月儿，还有媳妇儿口中的沙发，还有各种家具。他是出现幻听了吗？这是他的空间啊，怎么可能有人能进来呢？媳妇儿，是你吗？沈渊，是我媳妇儿，我进你空间来了。媳妇儿，吓死我了！你多久没洗澡了？快去洗洗。难道你不更该关心一下我为什么会来到空间了吗？你受伤了？看到沈渊身上的伤不算严重，都是轻微的皮外伤，苏婉婉总算是放了心了。怎么会受伤了？沈渊也没瞒着，把自己的黑风寨的事情都说了。还好你没事。看来这玉佩果然是能够带人进空间的媒介，而且一次能进，以后就都能进了。这次空间升级，我那边的东西都过来了，而且还有了电。等一切都弄好了，沈渊这才忍不住抱住了媳妇儿，狠狠地亲吻了一下。连日的思念在这一刻彻底的沦陷。你还受着伤呢？下面没受伤啊。苏婉婉也就只能由他了。不同的地方又是在沙发上，对两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新奇的体验。尤其是在这一方小天地，再也不用担心别人打扰，更不用担心别人会听到。媳妇儿的声音也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而出。放过你，下次再来。你该走了，赶紧回山寨处理一下，早日回家。已经凌晨2点了哦。看来为夫还没让夫人尽兴啊！这小腿还这么有力气。好了，我走了，下次再带我好好的适应一下这里。以后为夫天天来这里陪你睡。今日太晚了，明天多睡一会儿再出去。沈渊出了空间，再次确认莫尔已死，这才往黑风寨跑去。渊哥，那大当家的呢？已经死了。走，我们去准备一下，天亮就下山。沈华看了渊哥这一身的整洁，就连衣服都换了，暗叹渊哥可真行，解决土匪的同时还不忘给自己换个衣服，整理一下仪容。苏婉婉这边一觉又是睡到了10点左右，想到沈渊都能进空间了，立马把3个小家伙也给招呼了过来，想试试能不能带他们一起进去。结果呀，他无法带着他们进去。难道只有带上玉佩才可以？不对啊，
小玉儿不是有玉佩？苏婉婉又把小玉儿的玉佩给拿出来，给3个人分别戴上，一个个试了一下，还是不可以。好家伙，沈渊这是特殊对待啊！难不成是因为沈渊在我这里来说是特别亲密的那种关系，所以才能进去？收了玉佩，让小玉儿赶紧去她现在那个房子看看有啥变化没。娘亲，娘亲，我到了那边，房子变不一样了。不对，一样又不一样。是不是已经空了？电器也不见了？不是，都在，家具也在呀，跟以前一样，什么都在。可是又不是高楼了，我还看到有田地，有井。月儿，你到我空间了？走，你再进去看看。苏婉婉让小玉儿再进去，然后自己也进了空间。结果两人就在客厅的沙发上相遇了。娘亲，娘亲，你怎么也回来了？这是哪里呀？月儿，这里是我的空间，大约是那个房子已经彻底融入了我这个空间了，所以你也能进来我这个空间了。又过了2日，沈渊和沈素他们终于回来了。这次回来再次引起了全村震动，因为沈渊不仅是带回来了好多牛，还带回来了一些人。牛足足有8头，人有10个，2个婆子，还有8个小伙。娘嘞，沈渊家这真是不一样了啊！竟然买这么多牛啊！这得花多少钱呢？那作坊有好几台磨呢，可不得买那么多牛嘛。沈渊媳妇得了县令大人那么多赏赐，肯定有钱呐，买几头牛算啥的？对呀，我还听说沈渊这次是被成王留下，要去做些事情，指不定成王给了不少赏赐呢。我感觉啊，沈渊家的财力现在连县里的员外爷都比不过呢。那些人该不会是沈渊家买来的人吧？毕竟作坊需要不少人呢，还有那么多地要耕种。从沈渊家的财力现在也买得起。听说人牙子那里的人呐，现在可便宜了。哎呀，都是苦命人呐，活不下去，去人家家里做奴才也是条活路嘛。更何况沈渊夫妻还厚道。实在不敢相信咱们村里竟然出了沈渊夫妇这样的大人物啊！现在我出去都感觉脸上有光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我现在回娘家都底气十足呢。沈渊家发达，咱们也跟着沾光啊！哎呀，你们大柳树村现在可不得了啊！那沈渊应该还是你侄子吧？哎呦，这要成员外爷了！沈渊回来了？可不是嘛，不仅回来了，还买了好多牛呢。听说呀，连奴才都买了。好家伙，沈渊这真是出息了啊！老头子，你快去看看去。这一夜，沈渊如愿地进了苏婉婉的空间，睡上了他睡过的大软床。当然啦，某些方面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一夜温馨，老宅那边却是一个个激动的差点没睡着觉。看着沈素带回来的金银，一家人都兴奋的睡不着。他们也都知道这是沈渊顾着他们家，这才让沈素跟着捡了便宜。正好婉婉说让我们把磨坊扩大一些，做那什么红薯粉条，剩余一些咱们买些地。哦对了，你姑姑他们啊要盖房子，咱们多借给他们一些，既然盖了就盖大一些的，宝林总要娶亲的嘛，干脆一步到位了。你娘家侄儿那边也帮衬一下吧，磨坊这边需要人手，不行就让他来咱磨坊做工，多给些工钱。等赚了银子呀，他就可以回村自己弄个磨坊，也总是个营生啊。老头子，你这么说我可就当真了啊，赶明儿就让他来。咱们家里呢分一下工，我和老大媳妇儿在家里卤肉，你和侄子呢去磨坊干活，老大老二老三你们去沈渊那儿帮忙去。虽然买了人，但毕竟是新来的，也不知道人品都啥样呢，你们啊得先去看着，让沈渊少操点心。沈晴在家里看着孩子们，随即找点活干啊。后日就该秋收了，目前啊先以秋收为主，还跟以往一样，都得下地干活。
尽早完成秋收和耕种啊。只收玉米和红薯，大柳树村就用了3天，其余的就是黄米还有黄豆，官府就让家家户户自己收了。100亩地，整个大柳树村这次的红薯产量达到了上千担，这消息直接就被许怀远上报了出去。这个秋收虽然忙，但是大柳树村每个人都是喜气洋洋的。红薯全部卖给了官府，家家户户都得了银子。这次村里工具多，也是最早完成耕种的一个村子。叶静雪和林文月是这个时候再次来到大柳树村的。小姐妹3人组就在苏婉婉的家里闲话家常了。叶姐姐，你找到那个退役的兵员了吗？姐姐要找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啊？难不成是姐姐喜欢的人吗？想什么呢？那个人是我的姐夫和外甥女。姐夫？你说的姐姐该不会是叶大小姐霓裳姐姐吧？是她，她在边关成了亲，还生了个女儿，可是我们却没找到她。若是她还活着，一定会回京城找我们的，可是这么久了她都没出现，一定是……叶姐姐别担心，指不定她是被什么事情给耽搁了呢，我们一定能找到她的。除了她有个5岁的女儿，还有什么信息吗？我也让我爹帮你找。我们就收过她一封信，说是生了个女儿，丈夫是北昌府的人。不过没关系，快有消息了。我的人找到西北军屯田处的一个老奶奶，说这村里派过来一个叫叶妮的姑娘，在当地安了家。根据她的描述，那个人是大姐无疑。听说她的夫君是一个姓沈的小将。苏婉婉先前只是怀疑，现在苏婉婉几乎已经肯定了，那个人就是沈渊。因为前2日冯刚刚好来了家里，说调查的结果，原沈渊的媳妇儿就叫叶妮。呀，嫂子的夫君不就姓沈吗？也是西北军退役回来的，而且他还有个小月儿5岁了。这时候你还挺敏锐，挺聪明的。婉婉，恕我冒昧，不知道你夫君他前妻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也没问过，可是沈渊他还有云玉这个儿子呀，应该不会是你找的人吧？你们今天又不走，等沈渊回来我问问他，万一那小云逸是他头一个妻子生的，那小月儿是他第2个妻子生的，也就是叶大小姐生的，你是他第3任妻子呢？你脑洞真大，你脑子转得真快啊！我怎么没想到？不可能，沈渊不会骗我的，我就是他第2个妻子。说的也是，沈大哥一看就不是会骗人的，既然他说你是第2个，那肯定就是第2个了。或许云逸不是亲生的，我是听我父亲说过，当时那情况肯定有很多孤儿，有的兵士返乡看到有可怜的孩子，发善心领回去一个也正常。婉婉，我想亲自问问沈渊，你介意吗？哎呀妈，你这也太聪明了。不介意，他估计要到晚上才回来。谢谢，如果真是小鱼儿就太好了，珊珊见到小鱼儿一定会很高兴的，指不定病也会好很多呢。对呀，那叶姐姐和嫂子真的就成了一家人啦。我巴不得呢。沈渊，叶姐姐有话问你，让刘婶他们过去吧。成，我知道了。沈少，你带着他俩先吃，我和你们大哥有点事情要说。苏婉婉已经带着沈渊进了屋内。沈东家，恕我冒昧，实在是心中疑问，迫切的想要知道答案，这才不得已叨扰。没事的，叶姐姐不用客气，直接问就行。叶小姐，请说。我想问，您当初是否在甘州东岗村屯田，还娶了一个妻子，名叫叶妮？是，有6年多了。当真？那你们是否还有个女儿，是小月儿吗？叶小姐也姓叶，您认识她？沈渊沉静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缝，仿佛也有些震惊。苏婉婉看着他，表示很欣慰。还好，
这家伙还知道演一演，他还以为他会一直如此平静呢。如果您的那个妻子叫叶妮的话，我想应该是我大姐。她若是还活着，今年应该有21岁了。您大姐叫叶妮？您可是郑国公府2小姐，可是她从来没和我说过她的身份。那就没错了，我大姐就是叶霓裳，护国公主的大女儿。她大约是没告诉你真实名字，我一看到小月儿就觉得像，莫名的亲近。原来真的是大姐的孩子啊。那沈东家也恕我冒昧，若小月儿的娘真的是霓裳大姐，可是小云逸是谁的孩子啊？叶姐姐说霓裳大姐只有一个女儿啊。实不相瞒，小云逸是我战友的孩子，他战死沙场就留下了这一个血脉，所以我就带他回来了。婉婉，以前没有和你说是我的不对，但是小云逸我是当亲儿子养的。沈渊这次终于是演得像了一些。我猜到了，没关系，小云逸那么乖，我也会把她当亲生的养。那就是了，沈东家，我大姐可还留下什么凭证，我也好去信告诉我婶婶。实不相瞒，婶婶因为思念女儿，这些年思念成疾，整日吃斋念佛。若是知道找到了小月儿，她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有一块玉佩在我那里，沈渊，你跟我去拿。苏婉婉佯装去拿，两人去了自己那屋。如果这玉佩真的是郑国公府出来的，婉婉，你有没有想过你也可能是出自郑国公府啊？要认吗？先打听一下，当然不会现在就认啊，我们自己先调查。说实在的，我其实并不在意自己的身世，我是我爷爷奶奶养大的，就算找到亲爹娘，我都嫁人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培养出感情。苏婉婉也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。刚开始猜到自己可能是古代人，他还有点想知道自己的身份。我们先自己打听，认不认得再说。夫妻二人拿着玉佩过去给叶静雪。是大姐的玉佩，只是她从小就戴着的，我见过呢。小月儿就是大姐的孩子，我终于找到了。太好了，叶姐姐，小月儿竟然是你的外甥女儿啊！你真的是她的亲姨姨呢。沈东家，不对，我是不是该叫你大姐夫了？呀，还真是。叶姐姐，你现在竟然要叫我夫君一声姐夫啦？沈东家，那我大姐她去世了，被敌人砍死在刀下，就埋在东港村村头的那一片土地上。有没有可能这玉佩也有很多？不会的，这就是大姐的玉佩。我听大姐说过，这是她爹，也是我的亲二叔亲手雕刻的。这样看来，那就肯定了。叶姐姐，没关系的，我不介意的。你别怪沈渊又重新娶妻就好了。我当然也希望小月找到亲人呢。怎么会怪呢？谢谢你，婉婉，你那么照顾小月儿，让她有一个那么好的娘亲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大姐走了这么多年，是姐夫再娶，也是人之常情，我不怪的。那就好，那咱以后就不要有这么些芥蒂，你喊姐夫也好，喊大哥也好，我也都不介意，咱们还是好姐妹。对，嫂子说的对。哎，不对，我也不喊嫂子了。哎呀，这不知道咋论呢。我以后也喊婉婉姐，反正咱们都是姐妹，管他男人是谁呢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好，以后我们就姐妹相称，至于男人就喊大哥好了。沈渊见他没啥事儿了，也就出去吃饭了。叶静雪这边和苏婉婉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先写封信回京城，并把玉佩让人给烧了回去。我告诉你这些，是觉得如今你已经是大人了，你有权利知道这些。不管小月儿他们什么身份，沈昭，咱们的身份永远是自己给的。希望这件事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，用自己的实力光耀沈家门楣。大哥，我知道的，我一定好好读书。啊，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和你嫂子永远都是你的后盾。后天是沈昭考试的日子，他要和沈渊一起送他去县里。
顺便把黄豆也买了，再买一些开业需要用到的东西。等收拾完这些，苏婉婉就进了浴室洗澡。空间里有了电，可真是太方便了。这些日子她总是来浴室洗澡，而沈渊也习惯了进空间。今天看叶静雪的神态，他大约只知道那一个玉佩，并不知道还有其他相似的玉佩。其中一枚给了叶霓裳，另外一枚极有可能也是给了自己的孩子。可世人只知道叶牧阳和护国公主生了一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女儿，还有一个女儿夭折死了，很少有人知道那个夭折的女儿的信息。护国公主的儿子叫什么名字？多大了？叶远舟，今年24岁。若是玉佩是他的，又怎么会到了婉婉的手中呢？总不能说婉婉是他的孩子吧，这年龄也对不上呀。别想了，指不定这玉佩是我亲爹娘捡来的，或者是买的。至于他怎么跑到我们那个时代去，我都能来这里，一枚玉佩也不是没有可能跑到我们那里去。那个夭折的孩子听说是在流放之前怀上的，也不知道生出来了没有。沈渊怀疑苏婉婉极有可能就是那个夭折的孩子。翌日，作坊开始招工了。沈渊上前先讲了各种规章制度，听到沈渊念的那些，众人也是一片哗然。工钱跟镇上的是一样的，但是管住宿，吃的话有食堂，食堂由东家补贴，1天3顿饭，早餐晚餐1个铜板，午餐2个铜板。沈渊刚念完，众人飞奔而上，纷纷要报名，生怕晚了一步就没了。忙活了一上午，终于把人都敲定了。婉婉，沈渊，你看这么多人太乱了，让你们大哥二哥也过来帮你们吧。不用了，大伯娘，二哥就跟着管理磨坊。对了，还要做红薯粉条，图纸我都画好了，你们人手也不足呢。还有大哥，卤肉生意他也得经常跑着采买，你们也忙不开，让平姑姑一家来这边就行，我给他们分配活计。也成，反正都在村里，我让你大哥二哥不忙的时候也过来住一点，绝不能出乱子。可以啊，沈渊，你们把这作坊弄得有声有色，那些村民若不是早就来了我这里种菜，指不定都跑你这里来了。哪里，还是有些力不从心的。我们现在缺少一个总管事，赵大人可有推荐的人？我看孟兄就不错，整日闲得慌，吃我们农业司的，住我们农业司的，烦都烦死了。你们赶紧把他收走吧。让我画画的时候也不说我烦，你可别过河拆桥啊。孟兄，我这不是觉得你在我这里是大材小用吗？以孟兄的才华，一个总管事不在话下。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，孟先生来作坊做管事的确是大材小用了，原准备在村里办一个私塾，恳请孟先生留下。办私塾？读书人读书有多贵我是知道的，所以很多孩子没法读书，不求他们个个功名加身，读书识字才能明理，建造私塾的费用都由我来出，作坊里人家的孩子以及村里的孩子读书费用我也出，算是给他们的福利。至于其他孩子们个人束修，我出7成，他们自己出3成便可。对，孟先生做山长，这个学堂如何做，都学什么，完全交给孟先生一个人来决定。当真全由我负责？自然，就连开设的课程，还有招来的夫子，都由您亲自决定。也好，等孟兄成了山长，他找他在学堂开设一个农学课程，培养一些农业人才，想来他一定会同意的。那我考虑考虑。行，孟先生考虑好了再说。如今已经进入农闲，我想在村里的祠堂那边直接先开设学堂，最主要是教会作坊的人写字认字当然村里的孩子们也可以来听课。你那里的人也读书啊？那些人年龄都大了，愿意来读书吗？读书并不是为了科考，而是明理。我们会抽取部分年轻一些的去学习，不求学得多好，主要就是认字识字会写。明日沈昭要去考试，县城太远，明日需要起很早，一家人早早的就睡了。翌日天还没亮，沈渊就带着媳妇儿还有沈昭赶着马车往县城里去了。
等沈昭进了考场，二人先去拜访了徐老夫人，可没想到老夫人竟是生病了，躺在床上病殃殃的。云逸也该去学堂了吧？不如让他来县里和多多一起去。谢谢徐老夫人好意，只是我们村里也准备办学堂了，大约年后就能入学，云逸就留在村里了。啊，村里也要办学堂啊？好好好，我就知道大柳树村啊，一定是越来越好的。老夫人，林小姐来了。婆子通传了一声，接着就见到林文月走了进来。徐婶儿，我来看看你。哎呦，林姑娘来了，快坐。老夫人，听说您病了，我近来学了点医术，就过来看看您。您信得过我的话，我给您把个脉。这林文月啊，爱好学医，听说这些日子天天跟着县城里一个有名的大夫学医。瞧吧。老夫人，您放心，这次我学有所成，一定不会判断错了的。老夫人，您就是感染了风寒，而且现在已经退了烧，再喝2天药应该就会痊愈了。最近的天气忽然变凉了，您可得注意身体，别再着凉了。对，这次你说的都对，跟董大夫啊说的一样。我就说我现在进步了吧，有些人还不信呢。刚刚我看他揉着腰走路，一看就是腰膝酸软、肾虚之症。我说为他把脉吧，他竟然跑得比兔子还快呢。你说的谁啊？许大人啊。姑娘，你说一个男人肾虚，哈哈，可真有你的。回头啊，我说说他，可不能讳疾忌医了。老夫人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这病啊不能拖，越拖越不好治。如果他对着我不好意思，一定要找董大夫再看看。本官的事不劳林姑娘费心。我也是为许大人你好啊，你的腰都那样了，不让我把脉也行，总得找其他大夫看看吧。婉婉姐姐，我走了啊，改日去大柳树村找你。看什么？你这3脚猫的水平可别误人子弟了。嘿嘿嘿，我懂，男人的尊严嘛。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许大人，切勿讳疾忌医哦。你懂什么？我那是闪了腰。嫂子，让你们看笑话了。这林姑娘啊，还真有意思，我就没见过她那样的千金小姐。哎呀，你说说你就让她把脉一下怎么了？你不给她把脉，她乱猜不也正常吗？你那腰没事儿吧？不行了，让人去请董大夫来看看，弄点药抹一抹。上次他给我把脉，说我得了心疾，吓得我真去找了董大夫，结果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我可不敢再让他把脉了。好好的千金小姐不做，非要去学医，学了医逮着人家就要把脉，没见过这样的。嫂子，红薯产量和玉米产量都已经报给朝廷了，估计这几日褒奖就下来。听说你们作坊要开业，正好到时我亲自送去，顺便再看一看作坊。许大人，我们还有事，就先行一步。这边苏婉婉还有沈渊来到了市场，他们要去梁商那里买黄豆。夫人，您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这2位是？这2位是从大柳树村来的沈东家，要找老爷谈买卖。老爷在家吗？夫人，小的送您一起回去吧。大柳树村来的沈东家，该不会是沈渊吧？郑夫人，您认识我夫君？沈东家，您好，我是刘记的掌柜，我能和你谈谈吗？刘员外这脸皮厚的堪比城墙，没看到沈东家是要去我郑家的吗？怎么又要截胡吗？你一介妇人，说话可真难听啊！既然快生了，就安心在家待产，怎么老郑也不心疼，让你一个孕妇抛头露面啊？这本身就是对主顾的不尊重。沈东家，若你们非要和我合作，我家黄豆价格可再降低2成，就当刘某交了你这个朋友。
苏婉婉看了半天，那刘钱似乎和这位美艳孕妇有恩怨，而且那价格比他们在农户那里收购的都要低。这刘季分明就是故意要整垮郑家。刘掌柜这个朋友，我沈渊。沈东家，我是李双儿，看在以往的情面上，请给我们郑家一个机会，再做决定不迟。我家老爷马上就到了。老爷，你可得快点儿，为了郑家，我可是豁出去这张脸了。沈渊的眉头拧成了一团，苏婉婉也是好奇了起来。郑夫人不要胡乱攀交情啊，我不认识你。郑夫人还说我脸皮厚呢，我看脸皮厚的是你，还真是敢说出口啊。若是你认识沈东家，怕是早就自己跑去大柳树村寻求合作了。郑夫人，我夫君他记性不好，可能得罪了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沈夫人不用道歉，是我的错，我和沈东家只有一面之缘，他不认识我是正常的，是我不该拿那点不算情面的情面说事。我也知道做生意不能看情面，只是想请你们见见我家老爷再做决定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老爷，快，这是大柳树村的沈东家，都火烧眉毛了，老爷也真是的，不该先去拦下沈渊吗？不要担心，身子要紧，我去说啊。苏婉婉看了看这郑员外的做派，再和刘员外一对比，真的是高下立见。沈东家，那次不懂事冲撞了您，我已经听伙计说了，刚刚是您和夫人救了那次，多谢。不客气，举手之劳。啊，好吧，他想起来了，是那个和他相看过被他故意给膈应走的那个女人，好像就叫李双儿来着。郑百万，做生意的讲究个公平竞争，我这边愿意价格下降2成，不知道你愿意出让多少呢？沈东家，我自然是下降不了2成，只能降1成，但是品质方面，请您绝对放心，都是新收的好豆子，颗粒饱满。哼，品质我家也有，但是价格我家的却低了很多，相信沈东家能做出最有利的决定。刘员外说的对，只是很抱歉，我还是想和郑员外谈一谈，以后若有机会咱们再合作。沈东家，您真的不打算再考虑考虑？我媳妇儿和郑夫人投缘，我自然要卖郑家一个面子，抱歉。沈东家，咱们道府一叙。夫人小心点。你紧张什么呀？我都知道了，没关系，我喜欢这个郑夫人，是个妙人呢，也算是苦尽甘来，幸好当初你们没看对眼。看什么对眼？那是我已经确定了对你的心意，只不过是碍于已经答应了不能让大伯娘和媒人男做人，这才想着去走个过场，咋可能看对眼啊？是啊，为了防止人家看上你，你那副形象是不是故意装出来的？你咋这么缺德呢？把人家姑娘都气死了。媳妇儿，咱不提了成不啊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缘分，不是一对的怎么着都凑不到一起的，是一对的隔着时空都能相遇。郑家不远，说话的功夫就已经到了郑府。生意上的事情自然是男人去说。其实我该感谢沈东家，当时的情况我是真觉得沈东家条件不错的，我一个被休的女子也急于找一个人嫁了，不能总是待在娘家惹嫂子烦，也幸好沈东家敷衍，我才气冲冲的离开，后来才遇到了老爷。沈夫人，真是谢谢你们，尤其是你不计较那件事，还依旧选择我们郑家，你们可真是我们郑家的贵人呢。计较什么？其实夫君和我说过这件事，也觉得怪不好意思的，现在看你这么幸福，我们也高兴，咱就不提这件事了。好，不提。我现在的确是幸福，老爷他对我很好，而且不是我不能生，我竟然还怀孕了，真是意外之喜。这不能生育啊，不一定都是女人的问题，你这种情况我估摸着是你那前夫的问题。沈渊和郑百万没商谈多久就出来了，郑百万要留2人吃饭，不过他们还要去接沈昭，看看时间就告辞离开了。
夫妻二人赶到考场，正好结束考试。大哥大嫂，你也没来过县城，但是以后估计要一个人在这里求学了。沈昭，今日我和你大哥带着你好好转转，正好也为你准备一些入学用的东西。好，谢谢大嫂。沈渊，恭喜你们呀，祝你们开工大吉。是啊，咱们村的作坊可真气派啊。哎呦，沈渊夫妇大气呀，撒这么多铜钱，哎呀，谢谢了。哎呀，白某啊，也没什么可送的，特意让我家厨子给带来了，又带来了好酒好肉。今天中午喜宴我包了，村里的人都可以来吃，咱们一起热闹热闹，庆祝沈兄开工大吉。一听此话，众人一片欢呼。看到大家都送完礼，许县令这才命人把京城的旨意给拿了出来。等许怀远念完了圣旨，众人好半天都没回过神来。苏婉婉被封为了县主，而且还给了封号嘉诚县主。嘉诚县主，接旨吧。这次陛下总算是没有抠门，不仅给了县主的封号，还赏赐了一些金银呢。今天对大柳树村来说，简直比过年还要热闹。中午的宴席可是让村里人开了眼了，有些老人活了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菜，他们都觉得自己那点贺礼吃这样的席面太脸红了些。火锅店我要投资，我们一人一半。嫂子，瞧您说的，就你这火锅子，你不用出钱，我也分你一半。那不能占你便宜，我除了出方法，还要投资一部分钱，不然可不好意思收你一半。更何况这生意全程得你操心，我只出些钱和创意，并不亲自去管理。成，嫂子你就出个1/5的成本就行，其余的都交给我。就按白公子说的。于是乎，这生意就这么谈成了。翌日，沈渊还有苏婉婉亲自送沈昭去县城，这次把小月儿和小云逸也带上了。第1名，小叔是第1名。叔叔好厉害呀！咱家沈昭就是厉害，走，有了这成绩就可以去书院了，咱们也去。身上留点银子，总会有用处的。沈昭，你不必节省，缺什么自己就去买，有事请假回家说，我和你哥有空就会来看你的。谢谢嫂嫂，以后家里就累得嫂嫂操心了。家里就别操心了，好好读书。家里就别操心了，好好读书。沈昭了一声，众人依依不舍，尤其是2个小家伙，眼眶都红了。沈渊带着妻儿离开书院之后，直接先去吃饭了。小云逸第一次来酒楼吃饭，新奇的不行，想到有孩子，他们要了个雅间儿。这家酒楼也是白家的。沈大哥，嫂子，想着今天你们肯定就会来。你说你们来我们白家的酒楼也不说一声，这是我碰到，若碰不到，你们还要自己付钱不成？以后来白家就报我白少的名号，想吃什么随便吃，不用掏钱。那今日我们可不客气了啊。大哥，嫂子，我今天找你们啊，主要还是说说火锅店的问题。锅我已经去订了，过几天就能好。现在就是店面的问题，我准备开在对面那个楼上，你们看可以吗？做生意的事情我们也不懂，你是行家，你就按你说的，我相信咱们那火锅只要推出来，店面在哪里都可以。一句话不是叫做酒香不怕巷子深吗？最主要的还是宣传。嫂子说的是，其实最主要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菜品。我还是觉得能涮的菜品太少了，嫂子可还有其他的推荐？按理说是什么都能涮的，素菜类的都可以，还有菌菇类，这个不能缺。最主要是肉类太单一。对对对，嫂子可说到正点上了。我就觉得肉类太少了，咱们这里的牛不能随意宰杀，牛肉怕是供应不上了。可以用羊肚、牛肚，能弄来就弄。除此之外呢，河里的虾什么的也可以。咱们可以做些肉丸子，猪肉丸啊、虾肉丸之类的。就跟狮子头一样的吗？不行，这狮子头不进的，
煮时间长了就散了。这样吧，我做了红薯粉送过来一些，你们让大厨做小一些的肉丸，里面掺一些红薯粉。添了红薯粉就能筋道？还有虾肉，多摔打多揉，弄成虾泥，也可以直接下锅子里面。咱一步一步来，先把这个火锅店弄起来，等以后有人效仿了，咱再推出其他的。吃完饭，沈渊便决定带着孩子们出去转一圈就回了。一家4口刚出了门，从隔壁房间走出来2个人，其中一个他们认识，正是梁商刘乾，还对着一个黑衣人点头哈腰的，很是恭敬。黑衣人正好走到苏婉婉他们这边的门口，只露了一个侧脸。沈渊见状，瞬间也扭了头，看向了苏婉婉。黑衣人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，竟然扭头看了过来。走了，爹带你们去逛逛。娘亲，爹爹，我们走吧，我要去街上逛。走吧，夫君。一出门，一不小心就被一个人给撞到了。是赵圆圆，甭管他。站住！你个贱人，你给老娘站住！娘，快抓上他！死贱人把银子都偷走了。哟，是你们啊！沈渊斜了他一眼，一个字儿都不想给他，直接挽着媳妇儿和孩子从他身边走过。呸！再发达也是农夫，我现在可是生意人。当初瞧不起我，把我赶出村，等着瞧，我迟早混出个人样给你们瞧瞧。吐什么吐？你个死瘸子，敢在这里吐口水！来人，让他把地面给我擦干净。贱人，你给我站住！救救我！求求老爷，救救我！后面那个婆子要打死我，求求您救救我！我给您做牛做马，就给一条活路。这位老爷，这位老爷，这是我家儿媳妇儿，她就是个浪货。您这样高贵的人，哼，果然是个浪货，对这个男人就发骚。浪货，哼哼，也就是喜欢浪的。这个浪蹄子也要了，给你10两银子，我要一封休书。贺春兰眨巴了一下眼睛，立马就满口答应了。谢谢爷，您就是圆圆的大恩人，圆圆这条命以后就是爷的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当然不会饶了你。回到大柳树村，走到大伯娘邻居贺家这儿，苏婉婉看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小伙，贺英红倒是没看那小伙子，看到苏婉婉从门口经过，一个高兴，兴冲冲的就冲了过来。嫂子，你去哪里啊？走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姑娘呀，你不是还在相亲吗？相亲对象都还没走，你拉着我干嘛？都不和别人告个别吗？可是他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就被大红给架着走了很远。贺婶子气得在后头直跺脚。这边苏婉婉2人跑了很远，直到拐了个弯看不到家人了，贺英红这才停了下来。嫂子，对不住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跑。你跑什么呀？后面有毒蛇猛兽吗？可不是嘛，比毒蛇猛兽还可怕。我看那小伙不是挺好的，很素那种长相啊，应该是个读书人。嫂子，你厉害了，可不就是个读书人吗？那媒婆还说，指不定明年就能考中秀才呢。那不是挺好吗？好什么呀，那就是个闷葫芦，好半天才说一句话，而且一张口说的都是啥呀？感觉我和他交流都困难。我娘还让我装淑女，说读书人规矩多，相看一下，可累死我了。关键我也看不中啊，见到嫂子就赶紧跑过来了。哎呀，我这态度很明显了，希望她也看不上我。你娘疼你，你又不同意，她又不会强迫你，你直接和你娘说就是了。嫂子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去李正家里说点事。没事和我一块儿去呗。你这都相看了，你哥没相看吗？没呢，他经历过那段事后也不愿再相看了，仿佛就不想娶妻了。不过人倒是变得勤快了，最近都在我家酱油坊帮忙呢。我娘也是愁啊。
咱大柳树村的男人也不愁娶的。可是他仿佛就没了这个心思，我娘一提他就急，我娘干脆也不管他了。我在县里碰到赵媛媛了。苏婉婉就把自己遇到赵媛媛的事情说了。该，当初咱村里人都那样劝她了，她还非要嫁给贺二柱，还说什么翠娥嫂子不好才挨打的。哼，真想去问问她，现在她还认为男人打女人是女人不好造成的吗？两个人说着说着就到了李正家。柳叔，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村里有人想养猪没有？你看我那作坊每日都要弄出来很多豆渣和涮锅水，豆渣也还好，能凑合着当食物。等以后咱们粮食多了，想来也没人愿意吃豆渣，那刷锅水更是没用处，到了都不知道往哪里排。这几日您家也用了我们的刷锅水和豆渣，觉得那些猪吃的咋样？你想动用村里人养猪来消耗作坊的豆渣和刷锅水，这是好事啊，天大的好事啊！你别说，我家这2头猪等过年时能长个100多斤，以前一年到头也就60、70斤，这直接要翻倍了。对，村里谁若养猪，刷锅水免费，豆渣收1个铜板2桶，只供村里喂猪使用。其实等明年咱们玉米红薯丰收后，玉米糠和红薯皮也能喂猪，不愁猪会没吃的。沈渊媳妇啊，啥也不说了，你就是我们大柳树村的恩人，你和沈渊如此厚待村民，我替村民谢谢你们。我们也是大柳树村的人，这是应该的，更何况咱们的村民也都很照顾我们。柳叔不必客气，以后还要仰仗村里。贺英红一句话都没说，等出了门才一脸兴奋地对苏婉婉说道：嫂子，我崇拜您，您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。我回家了，我要告诉我爹娘，我家也要养猪。村里的建设事业风风火火，学堂开始建了起来。大伯娘一家建红薯作坊，许多家户开始建猪圈、买猪崽儿，还有大部分人都在作坊做工，老人孩子有空还去作坊做包装的活计。可以说整个大柳树村没有一个闲人，甚至还不够用呢。媳妇儿最近辛苦了，不行下月就让丰收来帮你做账吧。丰收年龄到底太小，再买个管过账的账房吧。成，这件事交给我来安排。媳妇儿，我猜想我祖父可能病了。你想去看看他吗？我不能去看他，我答应过他，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回京，哪怕是他死。媳妇儿，你都不问的吗？没什么可问的，想亲人了很正常。媳妇儿，你就是我最亲最亲的人了。这玉佩你最近都带着吧，我估计约莫这几日护国公主怕是要到了。你让我带上玉佩，是想让我和护国公主真的扯上关系？什么真的扯上关系啊？我怀疑你们就是有关系。我打听到当年叶家在流放时，护国公主是有孕在身的，刚到了流放地，她就早产生下了一名女婴。因为是早产，再加上一路颠簸，那女婴最终不到100天就夭折了。你说我可能就是那名女婴？不管是不是，玉佩在你手上，你就是。本来算着时间，护国公主很快就会到的，结果5天过去了，依旧没有看到。沈素，最近经常有媒人到大红家说亲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那妮子年纪不小了，是该先看了。得嘞，这怕是对人家大红根本没意思。沈素莫名其妙的，不知道嫂子为啥要跟她说大红的事儿。那个妮子烦人的很，她在工作，她总是来找她，气得她每次都把她撵出去。苏婉婉不想管这些，就让她走了。婉婉，我和婶婶写信说过了，小云叶还小，说是知道爹不是亲爹，妹妹也不是亲妹妹，怕是心里会难过，让婶婶暂且也先认下这个外孙儿。你们去吧，让孩子们在我这里，你们放心。还有啊，这是我添的礼，帮我带去。易静雪知道他们去县城有事儿，就没有留他们，只给了一个红封。娘，你这病还没有完全好，这么早就让启程，这眼看着就要到了，也不多休整2日。
已经耽误得够久了，怕是雪儿都担心了。更何况我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那孩子了。娘，你应该这样想，好在孩子还活着，也算是妹妹给你的一个念想。为了孩子，你也得好好保重自己啊。我知道的，你公务繁忙，还要跟着我一起来。我怎能放心娘一人独行？就算我放心，大伯也绝不放心的。娘放心，我是凭借真材实料升的职，没人能动我的位置。更何况，那也不算什么好位置。更何况，娘，我任职户部，通雪县发现高产作物，我来这里核实，也算是职责。听说是你那妹夫和他继妻的功劳。听雪儿的意思，他那继妻也是个好的，对孩子很好。还有，你不要到那里就提带他们去京城的事情。雪儿说了，那夫妻啊人很好，在这边又是发展农业，又是开作坊的，是有事业的，怕是根本不可能跟着我们回京。孩子又小，离不开父母，到时看看情况再说这件事儿。孩子还活着，我能见到孩子，已经是上天的恩赐了。雪儿还有庄子呢，大不了我也住到庄子里去。苏婉婉还有沈渊已经到了县城，直接就去了火锅店。他们一到，白少立马就让人放了鞭炮，揭开了红绸。鎏金的白记火锅城3个大字第一次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当中。开业大酬宾，所有菜品半价出售，锅底打7折，为期3日。两人又去了柳记木匠铺，柳叔和冯刚在后院做活，柳秋水在前头看着店铺。沈渊去后院跟冯刚说事情，苏婉婉就和柳秋水在店铺里面逗孩子玩。嫂子，我以前真是做梦都没想过，我家会有这么大的店面。好好干，以后的日子会更好。这时门外停下一个马车，看到有客人，柳秋水立马迎了过去。这一看却是愣住了，来人竟然是赵媛媛。嫂子，我也是听别人说你们来县城开店铺了，正好今日有空过来瞧瞧，顺便定做2套衣柜。赵媛媛进了门，一眼就看到了抱着娃娃的苏婉婉，也是神色一震。苏婉婉都懒得看她一眼，就知道这女人憋着什么想法呢。不过就是如今发达了，要来炫耀的。看她这样子，这是已经甩了贺二柱了，真的傍上了大款了。家常县主，赵姑娘，不，那个贺夫人，我和贺二柱已经和离了，我如今夫家姓刘，就叫我刘夫人吧。和离了？这才成婚多少日子，竟然和离了？现在的年轻人玩得这么开的吗？短时间内又再嫁啊，搞不懂。哦，那刘夫人，您来看看我们这柜子，不知道您要做什么样式的，我们都可以上门测量，根据您的房间专门定制呢。许是为了衬托自己现在过得多好，赵媛媛也真的是很豪气，直接定制了豪华全套家具。等全部定下来，直接让丫鬟付了定金。赵媛媛心中畅快，和苏婉婉告了别，临走对着柳秋水道：明日到帽耳巷刘员外家，就说要找六夫人，会有人带你们进去的。这赵媛媛居然真的攀上了富户，还六夫人，六姨娘还差不多，怕就是一个妾。不对，咱们这里富商也只能有3个妾吧，这连妾估计都不是啊。他既然说刘家，那巷子估计就一个刘家。明日你让冯刚去。成。这赵媛媛人虽然不咋地，可到底也是客人，我们就给她做的好好的，不能砸了柳记的招牌。正说着，沈渊这边也谈完了事儿，苏婉婉直接把赵媛媛的事儿说了。沈渊和冯刚对视了一眼，
冯刚立马就明白了，轻轻点了点头。已经确定那人是来买粮的了，为此刘谦把订单都推了，得罪了不少客户，还赔了不少违约金。对于这种商人，信誉是最重要的，他却为了那人的生意不惜毁声誉。和刘谦接触的黑衣人来自于京城霍家，是霍远他大伯的人。最近查到，他们不仅来了通许县采购粮食，还去了另外2个产粮比较高的县城。粮食的去向还没有查到，正好刘谦这边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。沈渊，还记得我才遇到你的那天，你赶着牛车带我回去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这时身后又传来了一阵马车轱辘压地的声音，而且那速度飞快。沈渊立马赶着马车向一边让去，想让他们先过。谁知那前面为首之人竟是忽然拽了缰绳，准备停下来。马儿一阵嘶鸣，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接着就向沈渊他们这边让出来的路冲了过去。让开让开！停下，快停下！夫人，夫人！沈渊抱着苏婉婉一个飞跃就撤退到路边的山坳里面去了。沈渊看着那马车要挤上自己的马车，让苏婉婉站得远一些，一个飞跃直接飞奔到了马车上。车夫还在死命的拉马，沈渊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缰绳，一个使劲儿，马儿嘶鸣带动着马车往前又挤了几分，接着戛然而止。哎呀，夫人，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快看看三郎无碍吧。多谢这位先生救我母亲。不用客气，举手之劳。苏婉婉已经猜到这马车上的是谁了。敢问先生名讳，家在哪里？等我们安顿了，再亲自登门拜谢。救命之恩当报，先生莫要推辞。我等要去王岗村的，怕是要同行一段路，不知道2位是哪个村的？这位夫人，请一定告知，我们改日去拜访。你们去王岗村是找叶姐姐的吗？你们认识雪儿？我和叶姐姐是朋友，我们是大柳树村的，我叫苏婉婉，这是我夫君沈渊。你就是沈渊？大妹的眼光不错，这男人不愧是上过战场的人，长得也英俊，说是京城名门都不为过，就是穿的有点朴素了。原来是你们呐！哎呦，当真是缘分。我是雪儿的婶娘，想来她应该和你们说过吧。苏婉婉也是立马装作震惊的样子，俯身就要行礼。是公主，我这次是来认亲的，这里也不是京城，没有身份之分。你既然叫了雪儿为姐姐，也喊我一声婶娘便可。娘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再说吧。好孩子，走，咱们先回去。沈渊，按理说你该喊我一声三哥的，我也不客气了，就喊你沈渊。咱们先到二妹那里去。好，正好孩子们也都在叶小姐那里。一行人立马坐上了马车，浩浩荡荡的往叶静雪那边赶。